装潢小学堂上课啦！大家好，我是魏助教。装潢大小事，我为你解释。来到窗帘小教室的第6集，这一集我们来特别聊的是有关于窗帘布。布的种类有哪几种呢？我们接下来会在这一集详细的介绍，跟着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在正式开始前，邀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来宾，窗帘研究所的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。窗帘新风貌，谢老板都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窗帘界的谢老板。想请问谢老板，窗帘布是什么呢？那它跟其他的布种有什么不一样？所有的布都是经纬的交织。所谓的窗帘布是比较所谓的装饰布，那装饰布会上一点浆，那装饰布比较重视它所谓的一个挺度。那我们所谓的沙发布跟坐垫布呢，又有别于所谓的窗帘布，因为就我们台语常讲的，奶操奶吞，它跟人体的接触会比较频繁，所以好的沙发布它可能要经过多一点摩擦系数。接下来帮观众朋友提问一下，窗帘布有哪些种类呢？其实布的种类那么多，我们简单来分类，所谓的先织后染就是所谓的印花布。我们翻开布，如果单一个面上面有印了很多图腾、很多花，可是你看背面，它可能是素色的，就是所谓的印花布。那我们可以看翻开来布的话，如果前后都是同样的一个颜色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素布或我们所谓的提花布。那像所谓的丝布、麂皮布，那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它也是先染后织。至于更专业的，在一块布上面，我们有点类似我们的绣花布或织花布的话，它的颜色如果超过2种以上的话，那就是专业上就只有所谓的央带布。哇，刚刚听了这么多的介绍，我们想要来更了解一下这些布种，它们个别有怎么样子的优缺点呢？那印花布呢，比较可以简单将你要的印象或你想表达的内容，很真实的呈现出来。不过因为它是先织后染，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，可能放个2年3年，如果光线比较强的话，它的颜色色彩可能会没有当初选的来的那么明亮，那么锐利。至于提花布、素布，因为它是先染后织，所以基本上它比较没有我们刚刚讲印花布褪色的一个问题，它的色彩上整体会比较匀称，那也比较经得起所谓光线的一个考验。刚刚提到了印花布跟提花布，那接下来也想帮观众朋友问一下有关于绒布啊，或者是麂皮这一类，它们有各自怎么样子的优缺点吗？那像我们有时候为了展现高贵的感觉，或者是配合装修的风格，我们可能会用到丝布，可是它的缺点我们常常讲水某拍叫狗。那丝布基本上你可以作为窗帘的运用，可是你如果要运用丝布来做窗帘，后面一定谢老板要提醒你要100%的一个遮光。那丝布给人家的感觉比较亮彩，可是缺点可能会比较不耐久。那麂皮本身它可以吸光，那它的优点是可以让我们整体室内设计的风格感觉你比较安稳、比较稳定，那里面的光线色彩比较不会那么明亮，那你会比较适合我们所谓一些日式禅风。接下来想请谢老板帮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流行的一些布种有哪些呢？那这2年随着我们设计的风格去做改变，北欧极简，所谓的后现代，所以布的颜色方面比较偏所谓的平光。那更重要的是，因为每个人需求点不一样，所以在布种类方面会多了一些功能性，比如说它可能防光、防泼水或者是我们因为公共安全有所谓的防焰。那我想整个布的潮流跟改变，可能跟以前会有很不一样的一种感受。我们最后要请谢老板来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外部内纱，什么叫做内部外纱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以最早期布通常去靠近室内，那纱靠近所谓的窗外。那大概在10几年前，女性设计师的一个崛起，她会觉得布永远在靠室内，纱永远在靠窗外，是一件很 boring、很无聊的事情。那由于现在流行所谓的现代极简北欧风，所以从内纱外布又慢慢回到所谓的内部外纱，那让整体室内的感觉比较安定。今天真的是也是收获满满啊！我们接连3集呢都会讨论有关于布艺的部分哦。那我们的节目最后呢，还是非常谢谢谢老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谢谢，有任何问题记得在下面留言哦。下一集我帮各位解析现在很热门的三明治布，记得锁定哦。
好的，本集内容就是这样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